这只正在拉磨的大熊猫，就是在端午节手戴五彩绳的冰华。当时文静优雅、慢悠悠吃粽子的小姑娘，和现在拉磨拉到飞起的女汉子，可以说是判若两雄。别看冰华拉秋千拉得如此轻松，事后5个奶妈使尽全身力气才勉强把它归位。由此可见，大熊猫的力气真的非同一般。冰华长得很漂亮，她和妹妹小白天长得很像，小鸟眼圈、大长腿，都是那种浓颜系的大美熊。冰华的奶爸特别宠冰华。奶爸给冰华拿来一根大竹笋，他心疼自家闺女自己举着会累，就帮冰华举着一头，让冰华抱着另一头吃。还有更过分的，冰华躺在秋千上睡觉，奶爸就用一根绳子远远的拉着慢慢摇晃，以此让闺女睡得更香一些。这真的是把孩子宠得没变了。但即便奶爸对冰华这么好，也丝毫不影响冰华念奶爸。到了下班点，冰华也完全没有要回家的意思，奶爸在室内一直喊他：冰华回来啊！冰华！听奶爸这怨声载道的声音，也是被冰华折磨的没脾气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冰华出门时把奶爸锁在屋里了。冰华也没有小白天妹妹那么文静，是一枚妥妥的女汉子，拆家毁树无恶不作。而且她后肢力量惊人，和奶爸玩绳子可以站立很长的时间。而且就是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女汉子，却把隔壁的普普迷得五迷三道的，整天蹲在围墙边等冰华。等着急了就把铁门砸得哐哐响。平时普普对冰华更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经过普普的热烈追求，冰华也被他感动了。棋盘山的爱情故事就此拉开帷幕。两小只经常通过围墙缝隙腻腻歪歪的手拉手，一起翻滚，一起玩闹。如果冰华生气了，小嘴就会嘟嘟囔囔骂不停，这时普普就会把手伸过来哄他。尽管没消气的冰华会咬他，普普还是会坚持把手伸过来摸冰华的脸，直到冰华气消了。只能说普普真的太懂女孩子了，女孩子要的就是这种认错的态度。每当看到冰华和普普甜甜蜜蜜的样子，都会想到至今单身的老光棍金虎。壮爱轮胎飞云喜欢小白象，盘点大熊猫那些爱不释手的阿贝贝。大家都知道飞云曾经有一只心爱的小白象，他走哪抱哪喜欢的不得了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抱在怀里。感觉自从有了小白象，飞云笑得都更甜了。然而就在某一天，着急下班的飞云抱着小白象坐在通道口，亲亲又抱抱，等累了就把小白象放在了地上。后来等他回家的时候，却忘记带走小白象。而和飞云同用通道的金虎，在下班回家时发现了飞云遗落的小白象。这种聊闲的机会，金虎肯定不会放过。不仅在把玩的过程中一个手滑把小白象摔地上，最后还贱嗖嗖的叼走了。第二天，奶妈把飞云的小白象拿回来放在他的椅子上，结果飞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并没有去动它。后来又反复闻了闻，确认一下，扭头就走了。内心 OS 什么臭男熊动过的东西我不要了。现在奶妈又送给飞云一个新玩具，他也很喜欢。飞云这次可一定要保护好它呀。与飞云的软萌不同，壮壮小公主更偏爱轮胎，每天都把轮胎套在身上，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有网友说壮壮这个造型可比萌妹更像门卫。壮壮每次套取轮胎都是轻轻松松，有时候甚至还加大难度，一次套2只。他真的把轮胎爱到骨子里了。也有网友说壮壮这是引领潮流的新时尚，这轮胎就相当于一个宽宽的束腰。这样一说，感觉壮壮走路都像在走模特步呢。而秦岭的党生则是每天抱着他喝盆盆奶的铁饭碗不撒手，整天一副奶不醉熊熊自醉，还想再来300盆的感觉。党生真的把不锈钢盆当成了他心爱的阿贝贝，上树的时候要带着，睡觉的时候要抱着，结果睡梦中不小心把盆盆蹬下木架滚进水池里，党生还会立刻起身去水池里捞他的阿贝贝。而胖大海的胖大鱼至今已陪伴了他4年之久，一个布置玩具能在熊孩子手里活过4年，可见胖大海有多爱他。虽然上面有很多的补丁，但多半是乌鸦搞的破坏。胖大海只会对他的胖大鱼亲亲又抱抱，即便都盘包浆了，也还是会视若珍宝。其实胖大鱼最开始是深蓝色的，只是时间太久有些褪色。胖大海虽然长得憨憨的好大一只，但内心深处还是温柔细腻的。或许他认为胖大鱼对他有着非凡的意义吧。小五又换新车了，小五不愧是年仅1岁半就有半年驾龄的老司机，这方向盘打得可太溜了。而且金主爸爸还贴心的给小五配了个锦衣。只是莽四儿开着敞篷车去执行任务的话，还是略微有些太招摇了。昨天奶成加班到半夜，给小五安装新车，师傅的手电筒的灯光把隔壁露营的可可都吸引过来了，好奇的趴在玻璃上看三姨家院子里又在忙活啥。今天一大早，饲养员就端来了豪华的大蛋糕，这下莽妞妞又要笑得合不拢嘴了。小五一出外场就发现自己车变了，还特意看了一下车牌，确认是自己的车没错后，便迫不及待地爬上车来检验一下自己新车的性能了。
小五把方向盘打得飞起，先是用双手转，2只小手倒腾的可快了。接着小五又单手试了试，感觉手感也不错。最后他甚至站起来用脚也转几圈，看得出莽 Sir 对自己的新车很满意。而莽妞妞根本无心豪车，从出厂就坐在大蛋糕边开心的吃起来，一手拿一个冬笋，看这小模样就知道已经吃美了。莽 Sir 匆匆的拿了一块胡萝卜，就又爬上车，躺在引擎盖上当起了车模。这小模样看着还挺妖娆。据说小五这辆新车价值20多个 W， 只能说金主爸爸真的太宠了。会有飞云这么好看的小熊啊！银杏儿微笑唇，不管是看正脸还是看侧脸，都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小熊。果然熊猫界的刘亦菲真的不是白叫的。飞云不仅长得好看，平时她不管干什么也都是温温柔柔的，就连去拿小黄鸭上的窝头也是轻轻的，这优雅的动作仿佛她是翘着兰花指把窝头取下来的。飞云对待她的阿贝贝更是极尽温柔，她每年假孕的表现好像比其他小熊都更严重些，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他把他的阿贝贝抱在怀里舔舐，一边舔还一边慈母般的微笑，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把他抱在怀里，甚至在睡梦中也不忘用手轻轻地拍他的阿贝贝，这模样像极了哄孩子睡觉的母亲，他简直是把他的阿贝贝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飞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把他们带出来和他一起出外场，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叼得不够稳，还会停下来轻轻地做调整，生怕自己的娃掉下来摔着。看得出飞云真的很想做妈妈，她也一定能做一个温柔的好妈妈。但是飞云的亲戚太多了，当年如果能和金虎一起去印尼，那便是他唯一的机会了。飞云现在有4个阿贝贝，有时候饲养员会都给他带出来，飞云怀里抱着一个，还不忘时不时的回头看另外3个，看得出他为了这几个娃也是操碎了心。然而同样的玩具，妙音玩起来的画风就截然不同了。妙姐的阿贝贝不是在天上飞，就是在和他一起练习无敌风火轮。这个米妮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去，妙姐表示只有强者才配做我的孩子，而隔壁的大虎子总爱搞破坏，3两下就把玩偶娃娃给咬烂了，所以他现在基本不配拥有这类的阿贝贝。有了对比之后，就更能凸显出飞云的温柔了，因为飞云真的太美太甜了，大家看到飞云就会秒变夹子音，就连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不例外。看一下飞云要是回家了，这么些人在欢迎他，你看，哎呀，飞云带你亲的来，哎呀漂亮的，哎呀这漂亮的这个小胖妞。更重要的是，飞云有的不只是美貌，她的智商也很高。饲养员把笋笋给她放到了滑梯的中间，飞云趴在上面尝试了一下也够不到，于是她便拿起手边的抱枕，精准地扔向滑梯上的笋笋。就这样，笋笋和抱枕一起滑落了。只能说美貌其实是飞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了。从发现魅珠的显示屏和声卡严重不符，现在大家多少有点魅珠叫声后遗症，有的网友表示一天不听就难受，每看到长隆再次发布魅珠的视频，都会屏住呼吸静静的听，直到听到魅珠那熟悉的牛叫声才会松一口气，而且还会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。这一部分网友觉得声音独特的魅珠看起来愈发可爱了。大梁奶爸知道大家爱听，最近总会给大家放出魅珠新鲜的牛叫声。而且这爷俩有问有答的画面真的很有意思。更神奇的是，现在还不满4个月的魅珠已经可以开口说话了。她因为脚下打滑摔了一跤，感觉是磕到下巴了，然后魅珠就用独特的老烟嗓说了声好痛。魅珠发现大梁外公没听懂，向前走了2步，仰着脑袋又说了一遍。感觉魅珠说的这句好痛真的好清晰啊。还有一部分网友至今还没有从魅珠声音她房中走出来，因为大家觉得魅珠这么软萌可爱的脸就应该发出的是嘤嘤的叫声，而且魅珠老烟嗓的声线有点像大梁，所以现在大家把锅都甩给了他，说是他把魅珠的声音教成这样的，让大梁应该学学华丽的奶爸，跟魅珠说话时声音要加一点。还有的网友更搞笑，说自己不会轻易再爱了，纷纷跑到虫洞齐三妹的评论区，非想让齐三妹也叫2声听听。不得不说，自从魅珠开口后，整个猫粉界都变得有些疯魔了。